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听故事，长智慧，品人生。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夫妻开面馆，善待化缘高僧。高僧，你父亲坟前开朵桃花。哎，听说了吗？老李家那口子最近面馆里可出了件邪门事儿。哦，啥事儿啊？快说说。还不是他们夫妻俩开那面馆，整天忙活着，结果有一天店里来了个化缘的高僧，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高僧还能给他们变金子不成？嗨，金子倒没变，但那高僧说的话可真够让人琢磨不透的。这事儿发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上，镇上有一家老面馆，名叫李家面馆。面馆不大，但味道地道，夫妻俩老李和他媳妇翠花待人热情，生意一直不错。那天正值初夏，阳光正好，微风不燥，面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老李在后厨忙着切面，翠花则在前面招呼客人。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破旧的拐杖，脸上满是风霜的痕迹。施主，贫僧路过此地，能否施舍一碗面？老和尚的声音沙哑，但透着古子慈祥。翠花一看，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上去。哎呦，师傅，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快请进，快请进，我这就给您下一碗热乎乎的面。老李也闻声从后厨出来，一看这情形，二话不说，赶紧帮着翠花忙活起来。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摆在了老和尚面前。老和尚双手合十，连声道谢：“多谢施主，多谢施主。贫僧观您二人心地善良，必有后福啊。”老李憨厚一笑：“嗨，师傅，咱老百姓就图个安稳日子，啥福不福的，不敢当，不敢当。”老和尚吃了面，也不急着走，跟老李夫妻俩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老李的父亲。老李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葬在了镇外的山坡上。老李每每提起，总是感慨万千。老和尚听罢，沉吟片刻，忽然说道：“施主，贫僧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老李一愣：“师傅，您但说无妨。”老和尚缓缓说道：“您父亲坟前近日恐有异样，若是有缘，您不妨去看看，或许能有所发现。”老李一听，心里直犯嘀咕：这高僧莫非是神仙下凡？咋知道我父亲坟前有异样呢？但转念一想，人家既然这么说了，去看看也无妨。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老李就带着翠花，提着祭品往父亲的坟上去了。到了坟前，老李一看，顿时愣住了。只见坟头上不知何时竟然长出了一朵鲜艳的桃花。要知道，这可是初夏时节，桃花早就谢了，怎么可能还有桃花开呢？老李和翠花对视一眼，心里都嘀咕起来，这高僧还真有两下子。两人赶紧祭拜了一番，然后带着满心的疑惑下山了。回到面馆，老李把这事儿跟店里的伙计们一说，大家都觉得邪门，纷纷议论起来。就在这时，店里来了一位客人，穿着讲究，一看就不是本地人。这人一进门就点名要吃老李家的招牌面。老李一看，赶紧吩咐翠花去准备。面端上来后，这人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后还特意叫住了老李：“老板，你这面味道不错，不过我观你面带忧色，可是有啥烦心事？”老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人莫非也是高人？于是老李就把高僧的话以及坟前开桃花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人。这人听完微微一笑：“这事儿我或许能帮你解个一二。”老李一听，连忙请教。这人说道：“你可知桃花在初夏时节开放，乃是非常之事。
这往往预示着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而你父亲坟前开桃花，很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天有灵，给你托梦呢。老李一听，心里直犯嘀咕：托梦，这怎么可能呢？但转念一想，这事儿的确邪门，说不定还真有啥说道。于是老李就请这人帮忙，看看能不能破解这桃花之谜。这人想了想，说道：这样吧，你明天再去你父亲坟前看看，如果那桃花还在，你就试着挖挖坟头，说不定有啥发现呢。老李一听，觉得有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又带着翠花去了坟上。到了坟前一看，那桃花竟然还在，而且开得比昨天还鲜艳。老李心里一紧，赶紧按照那人的吩咐，开始挖坟头。挖着挖着，忽然哐当一声，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老李一看，竟然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老李和翠花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叠厚厚的银票，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吾儿，此乃为父生前所藏，望你好自为之。老李一看，顿时泪如雨下，原来这桃花真的是父亲在天有灵，给我托梦啊！夫妻俩赶紧把银票收好，带着满心的感激下山了。回到面馆，老李把这事儿跟店里的伙计们一说，大家都惊叹不已。然而这事儿还没完，就在老李发现银票后不久，镇上就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那高僧和后来的客人竟然都是同一个人。这人其实是个云游四海的高人，擅长风水相术。他路过此地，看到老李夫妻俩心地善良，便想帮他们一把。于是他就化身为高僧和客人，分别给老李留下了2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坟前开桃花，这是为了引起老李的注意，让他去坟上看看。而第2个线索则是那铁盒子里的银票和纸条，这是为了告诉老李，他的父亲在天有灵，一直在守护着他。这事儿传开后，大家都对老李夫妻俩的善良赞不绝口。而老李夫妻俩呢，也把这笔银票用在了正道上，扩大了面馆的规模，还资助了不少贫困人家。不过这事儿虽然看似圆满，但老李心里却一直有个疑问，那高僧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父亲坟前有异样的呢？难道他真的能未卜先知？这个问题恐怕只有那高僧自己才能解答了。但无论如何，老李夫妻俩都坚信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面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李和翠花也时常会想起那位高僧，想起那段神奇的经历。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心底的善良和真诚。然而就在他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那天店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人穿着一身黑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一进门就点名要吃老李家的招牌面。老李一看这人，心里就直犯嘀咕，这人咋看着这么眼熟呢？但转念一想，每天来店里的客人那么多，说不定是自己记错了。于是老李就吩咐翠花去准备面。面端上来后，这人吃得很快，吃完后扔下一锭银子，就匆匆离开了。老李一看那银子，顿时愣住了，这银子咋这么像当年铁盒子里的那些呢？老李心里一紧，赶紧追了出去，但那人已经消失在了人群中。老李回到店里，心里直犯嘀咕，这银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跟那高僧有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李，他试图去寻找答案，但始终一无所获。不过这事儿虽然让他有些困惑，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毕竟面馆的生意还是那么好，生活还是那么幸福。然而就在老李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那天镇上来了一位道士，
这道士自称能驱邪除妖，降服鬼怪。他一到镇上，就开始四处宣扬自己的神通。老李一听，心里就直犯嘀咕：这道士不会是骗子吧？但转念一想，人家既然敢这么说，说不定真有两下子。于是老李就决定去会会这道士。一见道士，老李就开门见山地问道：道长，您真有那么神通广大？道士微微一笑：施主若是不信，贫道可以露一手给您看看。老李一听，来了兴趣：哦，那道长，您想怎么露一手呢？道士说道：贫道观您面带忧色，似乎有啥烦心事。这样吧，您把您的生辰八字告诉我，贫道给您算算。老李一听，半信半疑地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了道士。道士听完，沉吟片刻，忽然说道：施主，您最近可是遇到了啥奇怪的事儿？老李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道士还真有两下子。于是老李就把坟前开桃花、发现银票以及神秘客人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道士。道士听完，微微一笑：这事儿贫道或许能帮您解个一二。老李一听，连忙请教。道士说道：您可知那高僧和神秘客人其实是一伙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帮您解开一个隐藏的谜团。老李一听，心里直犯嘀咕：啥谜团？我咋没听说过呢？道士继续说道：您父亲生前其实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这笔财富却被一个奸人所觊觎。那奸人为了得到这笔财富，就暗中害死了您父亲。而您父亲在临死前，把这笔财富的线索藏在了坟前的桃花树下。老李一听，顿时怒不可遏，这奸人真是太可恶了。那道长，您知道那奸人究竟是谁呢？道士叹了口气：那奸人就是您父亲的亲弟弟，您的叔叔。老李一听，顿时如遭雷击：啥？我叔叔？这怎么可能呢？道士继续说道：您叔叔一直嫉妒您父亲的财富和地位，所以暗中害死了他。而您父亲在临死前，为了保护这笔财富，就把它藏在了坟前的桃花树下，并留下了线索。而那高僧和神秘客人其实是您父亲生前的好友，他们一直知道这事儿，所以就想帮您解开谜团。老李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那高僧会知道我父亲坟前有异样，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这事儿。道士点了点头：没错。而那神秘客人则是他们派来帮您取走银票的。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那奸人竟然也一直在暗中盯着您，所以他们才故意留下那些线索，让您自己去发现银票，以此来避开奸人的耳目。老李一听，顿时感激涕零：多谢道长，多谢道长！若非您及时出现，我恐怕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道士微微一笑：施主客气了。不过这事儿虽然看似圆满，但还有一个隐患没有解决。老李一愣：啥隐患？道士说道：那奸人既然一直盯着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您还得小心提防才是。老李一听，顿时紧张起来：那道长，您说我该怎么办呢？道士沉吟片刻，说道：贫道这里有一道符咒，您把它贴在家里的大门上，那奸人就无法进入您的家门了。老李一听，连忙接过符咒，感激不尽：多谢道长，多谢道长。道士嘱咐道：不过这符咒只能保您一时平安，要想彻底解决这事儿，您还得找到那奸人，揭穿他的真面目，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老李一听，点了点头：道长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让他付出代价的。道士拍了拍老李的肩膀：好样的，那贫道就先行一步了。您若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老李送走了道士，心里既感激
又紧张。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肯定不会平坦，但他也明白，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彻底解决这事儿。于是老李开始暗中调查叔叔的行踪。他发现叔叔最近一直在暗中活动，似乎在策划着什么阴谋。老李心里明白，叔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小心提防。这天晚上，老李和翠花正在家里吃饭，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老李心里一紧，赶紧放下碗筷，躲到了门后。只见一个黑影闪过，老李猛地打开门，却只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老李一愣：“你是谁？来干啥？”那人一看老李，顿时紧张起来：“我是来找人的。”老李一看他神色不对，心里更加怀疑：“找人？你找谁？”那人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老李一看，更加确定他有问题，于是他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大声说道：“走，跟我去见官。”那人一听，顿时慌了神：“别！我说，原来这人竟然是叔叔派来的探子，来打探老李的虚实。”老李一听，顿时怒不可遏，这奸人竟然还想害我。于是老李把探子交给了官府，并告发了叔叔的罪行。官府一听，立刻派人去抓叔叔。叔叔一看大势已去，赶紧收拾细软，想要逃跑。然而他刚跑到镇口，就被老李和官府的人团团围住。叔叔一看，顿时吓得瘫倒在地。老李走上前来，冷冷地看着他：“叔叔，你没想到吧？会有今天。”叔叔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道：“我错了，我错了。”老李冷哼一声：“错了？你错了就能挽回我父亲的生命吗？你错了就能让那高僧和神秘客人的苦心白费吗？”叔叔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官府的人上前来，把他押走了。老李看着叔叔远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这事儿虽然看似圆满，但自己心里却始终有个坎儿过不去。那天晚上，老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想着高僧和神秘客人的帮助，想着叔叔的罪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声响。老李心里一紧，赶紧起床查看。只见一个黑影站在窗外，正朝他招手。老李一看，顿时愣住了：“这不是那高僧吗？”高僧微微一笑，说道：“施主莫怕，贫僧是来帮您的。”老李一听，连忙打开窗户，让高僧进来。高僧坐在桌前，看着老李说道：“施主，您可知这事儿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没有解开？”老李一愣：“啥谜团？”高僧说道：“您父亲生前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一直没有告诉您。”老李一听，顿时紧张起来：“啥秘密？”高僧叹了口气：“这事儿说来话长。您父亲当年其实是一个江湖上有名的侠客，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深受百姓爱戴。然而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那些权贵为了除掉他，就暗中勾结，设下了一个圈套。”老李一听，顿时恍然大悟：难怪我父亲当年会突然病逝，原来他是被人陷害的。高僧点了点头：“没错。而您父亲在临死前，为了保护您和家族的安全，就把这个秘密藏在了桃花树下。他希望有一天您能解开这个谜团，为他报仇雪恨。”老李一听，顿时热血沸腾：这奸人，这权贵，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高僧看着老李，微微一笑：“施主，贫僧知道您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这事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您需要耐心和智慧，才能彻底揭开这个谜团。”老李一听，
点了点头。高僧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高僧拍了拍老李的肩膀，好样的，那贫僧就先行一步了。你若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说完，高僧站起身来，飘然而去。老李看着高僧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意。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肯定会更加艰难，但他也明白，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揭开这个谜团，为父亲报仇雪恨。于是老李开始暗中调查那些权贵的行踪。他发现这些权贵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无恶不作。老李心里明白，要想彻底揭开这个谜团，就必须找到他们的罪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天晚上，老李独自一人悄悄地潜入了权贵的府邸。他小心翼翼地穿梭在黑暗中，寻找着罪证的踪迹。然而他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谈话声。老李心里一紧，赶紧躲到了门后。只听其中一个权贵说道：“这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另一个权贵冷哼一声：“放心吧，我办事儿啥时候出过岔子？这事儿我自有分寸。”老李一听，顿时怒火中烧。他明白这俩权贵肯定又在密谋啥阴谋，于是他悄悄地打开了书房的门，溜了进去。只见书桌上放着一堆文书和账本，老李心里明白，这些肯定就是他们的罪证。于是他赶紧拿起账本，藏在了怀里。然后他又悄悄地溜出了书房，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一大早，老李就带着账本去了官府。他把账本交给了知府大人，并告发了权贵的罪行。知府大人一看账本，顿时大吃一惊。他立刻派人去抓那些权贵，并查封了他们的家产。那些权贵一看大势已去，赶紧收拾细软，想要逃跑。然而他们刚跑到城门口，就被官府的人团团围住。他们一看，顿时吓得瘫倒在地。知府大人走上前来，冷冷地看着他们：“你们没想到吧？会有今天？”那些权贵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知府大人冷哼一声：“行了，别废话了，带走。”于是那些权贵被押走了。老李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事儿虽然看似圆满，但自己心里的坎儿却终于过去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那高僧竟然在江湖上失踪了。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夫妻积德行善，妻子却多年无孕。老道，你命中无子。您瞅瞅，这王家夫妇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善人啊！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婆姨围坐着，议论纷纷。可不是吗？人家两口子逢年过节就给孤寡老人送吃的，平日里也是能帮就帮，村里谁不夸他们？另一个婆姨附和道：“哎，可就有一样，这王家的媳妇肚子愣是一直没动静，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沉默了，纷纷摇头叹息。这时王家的院子里，王老汉正和媳妇李氏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2个刚蒸好的白面馒头，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他爹，你说咱这是咋回事呢？这些年咱也没少做好事，为啥咱的娃就是不来呢？李氏的眼眶有些泛红，声音带着几分哽咽。王老汉叹了口气，拍了拍李氏的手背：“娃他娘，咱命里该有的总会有，没有的强求不来，咱就安心等着吧。”话虽这么说，可王老汉心里也是着急得很。他和李氏结婚10多年了，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可偏偏这肚子就是不争气，一直没有动静。村里人都说他们是积德行善的好人，将来必有好报。可王老汉心里明白，这好报要是来得再晚点，他怕自己这身子骨
就撑不住了。这天，王老汉赶集回来，手里提着一只刚杀好的鸡，打算给李氏补补身子。刚走到村口，就见一个老道从路边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看起来像是饿了好几天的样子。这位道长，您这是？王老汉心善，见状连忙上前询问。老道抬起头，看了王老汉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施主，贫道云游至此，已多日未进食，能否讨口饭吃？王老汉二话不说，将手里的鸡递了过去。道长，您先拿着这个，去我家吃个热乎的。老道接过鸡，微微一笑，施主果然是个大善人，贫道感激不尽。到了王家，老道吃过饭后也不急着走，而是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似乎在寻找什么。王老汉和李氏见状也不敢多问，只是在一旁陪着。转了一会儿，老道忽然停下脚步，看着王老汉道：“施主，贫道观您面相，应该是子孙满堂之相，可为何家中却无子嗣呢？”王老汉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将自家的情况说了出来。老道听完，皱了皱眉，沉思片刻后道：“施主，您命中本该有子，可您的妻子却是命中无子啊。”这话一出，王老汉和李氏都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道长，您这话是何意？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李氏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老道叹了口气，办法倒是有，只是什么？道长，您快说呀！王老汉也急了，一把抓住老道的胳膊。老道看了看他们，缓缓道：“只是这办法需要您二位付出极大的代价，只要能有孩子，我们什么都愿意。”王老汉和李氏异口同声地说道。老道见状点了点头，那贫道就实话实说了。您妻子命中无子，是因为她前世欠了一段因果，需要用今生的福报来还。而您命中本该有子，却因为一直与妻子同甘共苦，沾染了他的因果，这才导致无子。要想破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您二位去道观修行，用10年的清苦来还清这段因果。等因果依了，您妻子自然就能有孕了。王老汉和李氏一听，对视了一眼，眼中都露出了坚定的神色。道长，我们愿意。就这样，王老汉和李氏跟着老道来到了道观，开始了10年的修行生活。这10年里，他们吃尽了苦头，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转眼间10年过去了。这天，王老汉正在院子里打坐，忽然感觉一阵腹痛袭来。他皱了皱眉，以为是吃坏了肚子，也没在意。可没想到，这腹痛越来越厉害，最后竟然让他疼得昏了过去。等王老汉再醒来时，已经躺在了道观的床上。旁边，老道正一脸凝重地看着他。道长，我这是咋了？王老汉虚弱地问道。老道叹了口气：“施主，您这是喜脉呀。”“啥？喜脉？”王老汉一听，差点从床上蹦起来。老道点了点头：“没错，喜脉。不过这喜脉来得有些蹊跷。按理说您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有喜了，可偏偏您的身体里就出现了这股子阳气，将您妻子的因果给冲破了。那我媳妇呢？”王老汉急忙问道。“您媳妇她已经怀孕了。”老道的话音刚落，王老汉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几个月后，李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王老汉高兴得合不拢嘴。村里人也都纷纷来道贺，都说这是他们积德行善的好报。可谁也没想到，这孩子出生后竟然一直病怏怏的，怎么也治不好。王老汉和李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天，老道又来到了王家，看着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叹了口气：“施主，您可知这世间万物
皆讲究一个平衡。您和您妻子用10年的清苦换来了这个孩子，可这份因果又岂是那么容易就能还清的？王老汉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道长，您的意思是？老道摇了摇头，这孩子怕是活不过3岁了。王老汉和李氏一听，顿时如坠冰窖。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孩子，竟然只能活3年。从那以后，王老汉和李氏就天天守在孩子身边，生怕他有个闪失。可孩子还是一天天地虚弱下去，最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王老汉和李氏抱着孩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明明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什么到头来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老道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等他们哭够了，才缓缓开口：“施主，您和您妻子都是好人，可世间之事往往就是这样，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您2位的因果虽然用10年的清苦还清了，可这孩子的因果却是你们无法承受的。您2位也别太伤心了，这世间万物皆有定数。也许这个孩子就是来告诉你们，有些因果是不能强求的。”说完，老道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串悠长的钟声在夜空中回荡。王老汉和李氏抱着孩子的尸体，在屋里哭天抹泪，整个院子都回荡着他们悲痛的哭声。村里人听见动静，纷纷赶来探望，可谁也没有好办法，只能陪着抹眼泪。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老道忽然又折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布包。“道长，您这是？”王老汉红肿着眼睛，疑惑地看着老道。老道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孩子跟前，轻轻掀开布包，里面露出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这是？王老汉和李氏看得目瞪口呆。这是贫道当年云游时无意间得到的一颗灵珠，它可以保人一命，但只能使用1次。老道说着，将灵珠轻轻放在孩子的额头上。说来也怪，那灵珠一碰到孩子的额头，就发出了一道柔和的光芒，然后缓缓融入了孩子的身体。紧接着，孩子原本苍白的脸色竟然渐渐恢复了红润，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王老汉和李氏见状惊喜交加，连忙跪在地上给老道磕头：“多谢道长，多谢道长。”老道微微一笑，将2人扶起：“起来吧，孩子虽然暂时没事了，但因果未了，将来还会有大劫。”王老汉和李氏一听，心里又沉了下来，连忙追问：“道长，那我们该怎么办？”老道沉吟片刻，道：“你们2人命中注定与这个孩子有缘无分，但你们积德行善，感动了天地，这才让你们有了这次机会。要想彻底了结这段因果，你们必须去寻找一个人。”“谁？”王老汉和李氏异口同声地问道。“贫道也不知道他是谁，但贫道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这个人身上有一块特殊的玉佩，玉佩上刻着一条青龙。只要你们找到这个人，将这段因果告诉他，他自然会帮你们化解。”说完，老道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破旧的布片，上面画着一个玉佩的图案。他将布片递给王老汉，然后转身离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王老汉和李氏拿着布片，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心里五味杂陈。他们知道这条寻找之路注定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孩子，他们愿意付出一切。第2天，王老汉和李氏就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寻找玉佩之人的征途。他们走遍了附近的村庄，又翻山越岭去了更远的地方，可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身上带着青龙玉佩的人。这天，他们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城镇。城镇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王老汉和李氏走在人群中，一边打听玉佩之人的消息，
一边留意着过往行人的身上是否有玉佩。就在他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一辆马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差点将他们撞倒。王老汉和李氏吓得魂飞魄散，等回过神来时，只见马车已经停在了不远处的一个府邸前。府邸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李府”2个字。王老汉和李氏对视了一眼，心里都升起了一个念头：这个李府里会不会有他们要找的人呢？于是他们决定在李府附近住下来，暗中观察。这一住就是1个多月，他们每天都盯着李府的大门，可始终没有发现身上有玉佩的人进出。这天，王老汉和李氏正在屋里发愁，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他们连忙走出去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正被几个家丁推搡着往外赶。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老头一边挣扎一边大喊大叫。王老汉和李氏见状，连忙上前阻拦：各位，这是咋回事啊？为啥要赶这位老人家走？家丁们一看有人阻拦，连忙解释道：这位大爷，您有所不知，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天天来我们府上讨饭，还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才想把他赶走。王老汉一听这话，心里忽然一动，这个老头会不会知道玉佩之人的消息呢？于是他连忙对家丁们道：各位，这位老人家可能是饿极了才会这样，你们别这样对他，给他点吃的吧。家丁们一听这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扔给老头一个馒头，将他赶走了。老头拿到馒头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在不远处的墙角里，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看着王老汉和李氏。王老汉见状，连忙走过去，和颜悦色地问道：老人家，您知道这个李府里有谁身上带着一块青龙玉佩吗？老头一听这话，猛地抬起头，上下打量了王老汉一眼，然后神秘兮兮地道：你问这个干啥？那可是我们老爷的宝贝，轻易不是人的。王老汉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激动起来：您认识我们老爷？您能带我们见他吗？老头摇了摇头：我可没那个本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啥秘密？王老汉和李氏都凑近了一步。我们老爷有个儿子，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找了好多大夫都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说，要想治好这种病，必须用一块特殊的玉佩做药引。我们老爷为了救儿子，就四处寻找这块玉佩，可找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王老汉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明白了，原来这个李府的老爷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于是他连忙对老头道：老人家，您能带我们去见见你们老爷吗？我们或许有办法帮他找到那块玉佩。老头半信半疑地看着王老汉：你们真有办法？王老汉点了点头，千真万确。老头想了想，道：那好吧，我就带你们去见见我们老爷。不过你们可得小心说话，别惹我们老爷生气。王老汉和李氏连忙点头答应。于是老头带着他们来到了李府的后门，悄悄地将他们带了进去。经过一番曲折，他们终于见到了李府的老爷。李老爷一听王老汉说能帮他找到玉佩，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连忙将王老汉和李氏请到了客厅，详细询问玉佩的下落。王老汉将老道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老爷，并将那块布片递给了他。李老爷接过布片，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图案，然后猛地一拍桌子：没错，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块玉佩。原来这块玉佩是李老爷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当年他父亲为了救他，将玉佩抵押给了别人。等他有能力赎回玉佩时，却发现玉佩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派人四处寻找玉佩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找到。王老汉一听这话，连忙道：“李老爷，您别急，我们知道玉佩的下落。”李老爷一听这话，顿时眼睛一亮：“真的？你们知道玉佩在哪里？”王老汉点了点头，不过要想拿到玉佩并不容易，因为玉佩现在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啥地方？李老爷急切地问道。在一个叫做幽冥谷的地方，那里常年被雾气笼罩，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王老汉说着，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夫妻求子，卖衣买官，老僧托梦，增寿半计，投胎为子。听说了吗？李大壮家那口子为了求子，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不剩，最近还整了个棺材放家里，说是能招来孩子魂儿。村头的老王头跟下棋的赵大爷嘀咕着，这事儿可真够邪乎的。他们家不是一直盼着要个孩子吗？这法子是哪儿来的？赵大爷惊得手里的棋子差点掉地上。嗨，还不是从外头来的一个游方和尚说的，说是他们家祖坟风水不对，得这么办才能招来贵子。这不，李大壮媳妇王翠花深信不疑，真就这么干了。老王头摇头晃脑地说着，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这事儿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李大壮和王翠花是村里出了名的恩爱夫妻，可结婚这么多年，愣是没个孩子。王翠花心里急呀，四处求医问药，什么偏方都试过了，肚子就是没动静。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王翠花耳朵都快长茧子了。一天，村里来了个游方和尚，自称法号慧明，能通阴阳、小八卦，专治各种疑难杂症。王翠花一听，这不正是瞌睡送枕头吗？赶紧把人请到了家里。慧明和尚一进门，先是一番装模作样的打量，然后叹了口气，说：“施主家中风水不佳，有碍子孙运啊。”王翠花一听，眼泪差点掉下来：“大师，您可得帮帮我呀！我们夫妻俩就盼着能有个孩子呢。”慧明和尚捋了捋长须，缓缓说道：“要破解此局，须得两样东西，一是施主你的贴身衣物，二是一口上等棺材。衣物用以祭天，棺材用以安神，如此方能招来贵子。”王翠花一听，心里虽有疑惑，但求子心切，也顾不得了，当下便按照慧明和尚的吩咐，把家里值钱的衣物都拿了出来，又花光了积蓄，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放在家里。村里人见状都纷纷摇头，觉得王翠花这是病急乱投医，但王翠花却坚信不疑，每天对着棺材虔诚祭拜。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王翠花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这天夜里，王翠花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耳边有人叫她：“翠花，翠花，醒来！”王翠花睁开眼一看，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和尚站在她面前，正是那慧明和尚的模样，但气质却大不相同，浑身透着股仙气儿。“大师，您怎么来了？”王翠花惊讶地问。慧明和尚微微一笑，说：“翠花呀，你心地善良，命中本该有子，但奈何前世有段因果未了，才导致今日无子。不过你且放心，我已为你向佛祖求情，佛祖答应让你增寿半计，并赐你一子，但需在特定时机投胎转世。”王翠花一听，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大师，真的吗？那我啥时候能有孩子啊？”慧明和尚说：“明日午时，你且到村西头那棵老槐树下，挖开土层3尺，会有一个木盒，木盒里有你孩子的生辰八字和转世之法。记住，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否则前功尽弃。”说完，慧明和尚便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翠花从梦中惊醒，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心中却充满了希望。第二天，王翠花按照慧明和尚的吩咐，带着工具来到了村西头的老槐树下。她小心翼翼地挖开土层3尺，果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一张纸条，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和转世之法。王翠花如获至宝，赶紧把木盒藏好，回家告诉了李大壮。李大壮一听，也是激动不已，夫妻俩商量着，就按照纸条上的方法，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就到了纸条上写的那一天。王翠花按照纸条上的方法，在家里布置了一番，然后躺在床上静心等待。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直击在王翠花的屋顶上。王翠花吓得一激灵，紧接着就感觉肚子里一阵剧痛。李大壮见状，赶紧请来村里的稳婆。经过一番折腾，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是个大胖小子，哭声响亮，十分健康。李大壮和王翠花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给孩子取名叫李小宝，希望他以后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李小宝满月的那天，村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那慧明和尚竟然是个骗子，他利用人们的求子心切，四处招摇撞骗，骗了不少钱财和衣物。最近他的罪行终于被揭穿，被官府抓了起来。村里人一听，都纷纷议论起来，说王翠花这是被骗子给骗了，那孩子肯定不是慧明和尚求来的。王翠花一听，心里五味杂陈，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慧明和尚竟然是个骗子。就在这时，李小宝突然哭了起来，声音哭得撕心裂肺。王翠花赶紧抱起孩子，哄了半天才安静下来。她看着怀里的孩子，心里暗暗发誓，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慧明和尚求来的，她都会好好爱他，抚养他长大。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小宝渐渐长大，聪明伶俐，十分可爱。王翠花和李大壮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悄逼近。这天夜里，王翠花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那慧明和尚又来找她了。只见慧明和尚一脸焦急地说：“翠花呀，你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里，越远越好。那木盒里的生辰八字是假的，我骗了你。那孩子其实是……”话还没说完，慧明和尚突然消失了。王翠花从梦中惊醒，满头大汗。她看着身边熟睡的孩子，心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难道这孩子真的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让自己养着他？王翠花越想越害怕，决定去找村里的算命先生问问。算命先生一听王翠花的来意，脸色大变，连连摇头：“这事儿我不能说，不能说呀。”王翠花一看算命先生这副模样，心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她回到家里，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五味杂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李大壮。就在这时，李大壮从外面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看见王翠花一脸愁容地坐在床边，不由得问道：“翠花，你怎么了？怎么一脸不高兴啊？”王翠花看着李大壮，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怕说出来会伤了李大壮的心，更怕会毁了这个家。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王翠花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李大壮。李大壮一听，顿时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竟然不是亲生的。他看着王翠花，眼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这么久？”李大壮大声吼道。王翠花看着李大壮，眼泪夺眶而出：“我也是才知道啊，
我也是受害者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吗？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李大壮一气之下摔门而出，离家出走了。王翠花看着空荡荡的家，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孩子。就在这时，李小宝突然哭了起来，王翠花赶紧抱起孩子，哄了半天才安静下来。她看着怀里的孩子，心里暗暗发誓，不管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她都会好好爱他，抚养他长大。日子一天天过去，王翠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得十分辛苦。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养家。村里人看着王翠花的遭遇，都纷纷伸出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转眼间，李小宝已经5岁了。他聪明伶俐，十分可爱，村里人都十分喜欢他。然而，王翠花心里却始终有个结，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真相。这天夜里，王翠花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和尚站在那里，正是那慧明和尚的模样。但此时的他却没有了往日的狡黠和阴险，而是变得慈祥而庄严。翠花呀，你终于来了。慧明和尚微笑着说道。王翠花看着他，眼里充满了疑惑和愤怒。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害我？慧明和尚叹了口气，说：翠花呀，你误会我了。我那样做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孩子啊。王翠花一听，更加生气了。你说什么？保护我们？你这是在害我们。慧明和尚摇了摇头，说：你听我慢慢道来。其实那孩子是你前世的因缘所致，本该在你前世就应该出生，但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如愿。这一世你命中注定要有这个孩子，但奈何因果未了，所以一直没能如愿。我那样做其实是为了帮你了结因果，让孩子顺利投胎转世。王翠花一听，半信半疑，你说的是真的？那孩子真的是我前世的因缘所致？慧明和尚点了点头，千真万确。那孩子的生辰八字和转世之法，都是我根据天机推算出来的。你放心吧，他就是你的孩子，你们母子缘分未尽。王翠花一听，心里顿时释然了。他看着慧明和尚，眼里充满了感激。谢谢你，大师，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王翠花从梦中醒来，心里五味杂陈。她看着熟睡中的李小宝，心里暗暗发誓，不管这孩子的前世今生如何，她都会好好爱他，抚养他长大。然而就在她准备起床做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王翠花心里一惊，赶紧披上衣服，打开房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站在门口，浑身脏兮兮的，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你找谁呀？王翠花皱着眉头问道。老乞丐看了她一眼，突然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大妹子啊，你可得救救我呀！我儿子被人抢走了。王翠花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她看着老乞丐，眼里充满了疑惑。你儿子被抢走了？这跟我有啥关系啊？老乞丐一把抓住她的手，哭诉道：大妹子啊，你不知道啊，我儿子其实就是你怀里的那个孩子啊。王翠花一听，顿时愣住了。她看着老乞丐，眼里充满了震惊和愤怒。你说什么？你胡说什么呢？这孩子明明是我亲生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老乞丐连连摇头，说：大妹子啊，你听我慢慢道来。其实这孩子是我和我老伴儿年轻时生的，但因为家里穷，养不起，所以就把他送人了。后来我们老了，没人照顾，就想把他找回来。可是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游方和尚，
他说他知道我儿子的下落，但得给他一笔钱才肯告诉我们。我们为了找儿子，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可是他拿到钱后却告诉我们，我儿子已经投胎转世了，投胎到了你家。我们不相信啊，就一路打听，找到了这里。大妹子啊，你可得救救我呀，我儿子不能没有你啊。王翠花一听，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看着老乞丐，眼里充满了疑惑和愤怒。你胡说，这怎么可能？这孩子明明是我求来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老乞丐一看王翠花不相信，赶紧从怀里掏出一个玉佩，说：大妹子啊，你看，这是我儿子小时候戴的玉佩，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呢。你不信的话，可以看看。王翠花一把夺过玉佩，仔细一看，只见玉佩上果然刻着一个名字：李小宝。她顿时觉得心如刀绞，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孩子竟然真的是老乞丐的儿子，那他这些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又算什么呢？就在这时，李小宝突然哭了起来。王翠花赶紧抱起孩子，哄了半天才安静下来。她看着怀里的孩子，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老乞丐的话，更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李大壮。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王翠花赶紧打开门一看，只见几个穿着官服的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铁链和镣铐。你们是谁？要干什么？王翠花惊恐地问道。其中一个官员看着她，冷冷地说：我们是官府的，有人告你拐卖儿童，跟我们走一趟吧。王翠花一听，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她看着那些官员，眼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你们冤枉我呀！这孩子是我亲生的，怎么可能是我拐卖的呢？官员们可不管他说什么，上来就要把他带走。就在这时，老乞丐突然冲了出来，挡在王翠花面前：你们不能带走他，这孩子是我儿子，是我送给他的，你们要是带走他，我就跟你们拼命。官员们一看老乞丐这副模样，都愣住了。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其中一个官员说：行了行了，别吵了，既然这孩子有争议，那我们就先带回去调查清楚再说。说完，官员们就上来把王翠花和老乞丐都带走了。村里人一看这架势，都纷纷围了上来，议论纷纷。王翠花被关进了大牢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在这时，老乞丐也被带了进来，和他关在了一起。大妹子啊，对不起啊，都是我害了你。老乞丐看着王翠花，眼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王翠花看着他，叹了口气，说：算了，这事儿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该死的和尚，都是他害的。老乞丐点了点头，说：是啊，那和尚就是个骗子，他骗了我们好多钱呢。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该相信他。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王翠花和老乞丐赶紧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看着他们俩，眼里充满了不屑和傲慢。哟，这就是那拐卖儿童的王翠花和老乞丐呀，长得也不咋样嘛。那女人撇了撇嘴，说道。王翠花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愤怒和疑惑：你是谁？为什么污蔑我？那女人冷笑一声，说：我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那和尚的师妹，也是他的同伙。我们本来是想利用你，把孩子骗到手，然后卖个好价钱。可是没想到，那孩子竟然跟你有这么深的渊源，害得我们差点露馅。不过没关系，现在你已经进了大牢，那孩子也归我们了。哈哈！王翠花一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她看着那女人，眼里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你们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害我？
那女人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哼，这有什么过分的？在这个世界上，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能赚钱，什么手段都不过分。”说完，那女人就转身离开了。王翠花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王翠花赶紧抬头一看，只见几个村民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棍棒和菜刀。放开王翠花，她是无辜的！村民们大声喊道。原来村民们得知王翠花被关进大牢后，都纷纷赶来营救。他们不相信王翠花会拐卖儿童，更不相信她会做出这种事来。官员们一看这架势，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村民们竟然会这么团结，这么勇敢。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其中一个官员说：“行了行了，既然村民们都说她是无辜的，那我们就先放了她吧。不过这事儿还没完，我们还得继续调查。”说完，官员们就打开了牢门，把王翠花放了出来。村民们一看王翠花出来了，都纷纷围了上来，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况。王翠花看着村民们，眼里充满了感激和泪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村民们赶紧抬头一看，只见一队官兵骑着马冲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刀枪剑戟，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不好，官兵来了！大家快跑！村民们惊慌失措地喊道。王翠花一看这架势，也吓得魂飞魄散。她不知道这些官兵是来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伤害自己。她抱着李小宝，跟着村民们一起逃跑。然而官兵们却紧追不舍，他们一边追一边喊：“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王翠花一听，心里更加害怕了。她抱着李小宝，拼命地往前跑。可是她毕竟是个弱女子，哪里跑得过那些身强体壮的官兵呢？不一会儿，她就被官兵们追上了。他们把她团团围住，手里拿着刀枪剑戟，一副要把她就地正法的模样。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王翠花惊恐地问道。领头的官兵看着她，冷冷地说：“有人告你拐卖儿童，还涉嫌谋杀，跟我们走一趟吧。”王翠花一听，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她不知道是谁在污蔑自己，更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自己扣上这么大的罪名。她看着怀里的李小宝，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叫声：“住手！放开他！”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加分享。小鹿祝您好运连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